Hello， 家人們，來聊一聊我們之前談過的对象。那你先開始吧。好，那我感觉我先問一下，你談過幾任？我數一下，1段、2段、3段、4段吧，5段吧。啊？5段。我感覺其實還有，哎，你2段不算，你知道嗎？不是你那個2-3個月的你就不用算了。那2-3個月的不算呀。哦，1個月的不算。哦，那3個吧。啊？3個加你4個。第一個就是最開始談的呢，是我在浙江那邊談了，應該是1年吧，我具體的我現在忘記了。然後當時也是好看嗎？現在来感覺一般吧。有照片嗎？忘記了，好像都刪掉了。也是微信上認識的，然後之後就微信群啊？微信群啊？什麼群啊？就微信群、彩虹群，就是那種聊天的，聊騷的，正常聊天，没有聊騷，好不好？好。當時還是很純情的一個小男孩的。線下認識嘛，他在奶茶店工作，當時也是剛開始談戀愛，就比較衝動，就特別想在一起，然後後來也過了沒多久，一起住了。那個時候你已經是畢業了吧？肯定畢業了呀，不然怎麼？當時也是工作了，我也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做一個業務員，但是做業務員工作時間就比較活動，就是上班打卡，然後就外出了，就隨便逛。然後他就是在奶茶店工作，当時他的兴趣上是公開的，他和他們店裡的人都知道我們倆的關係。然後我就經常去跑到他們店裡去蹭奶茶呀，這種。當時他那個人比較悶，比你還悶的那一種。我悶？我哪裡悶？不是悶，就是騷。不是，怎麼說呢？就是待在家裡。他一直打遊戲，打王者。當時我對王者這個遊戲的話，覺得一般，因為我不太喜歡一直打一個遊戲。然後我就比如說，我就喜歡想出去，哪怕出去逛一逛、走一走也挺好的。他就是一直待在家裡。可能也跟他的工作有關吧，一周應該是休息1次吧。然後休息完了就在家睡覺，其他沒幹嘛，然後很無聊。最主要的話就是覺得当时他給我的感覺，他不是很喜歡我，你知道嗎？可能当時越長越胖了。你說你在那裡奶茶喝多？天天喝奶茶。然後原本我在第一份工作減肥減了30-40斤，第二份他這個又慢慢長上去了，然後長得很胖，也可能是這個原因吧。我現在反省一下，當時覺得他不是特別喜歡我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給我的感覺吧。比如說生活費啊這種，他喜歡充遊戲嘛，他基本上可能沒用完之後，他比我小一點，他用完之後就沒錢了。比如說我吃飯，我不可能只點自己的外賣呀，那肯定給他呀。然後後來就相當於他的錢全部充遊戲了，但是我的錢就是我們倆一起吃的那一种，生活家具全是我買的。当时可能也覺得自己付出好像很多，哇塞，為什麼呀？我衣服也是捨不得買那麼2件，然後他就發了工資給自己買衣服啊，給自己充遊戲啊。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玩那種原神，他一下子就抽那種648啊，对，就是那种奶茶店，当时工资也不高嘛，是吧？因为我們還要交房租啥的，然後當時也是初入社會，你懂嗎？初入社會又沒錢，又很拮據，就是那種。還有呢，就是比如說，就感覺他不是特別喜歡你的感覺，他不會把你放在他的一個計劃當中。他可能會以他自己為重心一點，因為你感覺到，我不知道，大家談戀愛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過這種情況吧？可能待的時間越長，就越覺得想分開了。最主要的時候，當時後來我覺得，過不下去了，就分開。分開之後呢，然後他談第2段的時候的話，他談第2段，你還跟你在一起的？我說他分開之後，他談第2段，你注意一下前因後果好不好？他談第2段的時候的話，就感覺他會，當時還沒刪呢，就覺得他會為了一個男生，比如說主動發朋友圈。當時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還從來沒有發過朋友圈。
他不會主動發我或者我們倆的合照。然後他和另外一個人談的時候，他會主動發，哎，為了他怎么樣子，看上很憂鬱的樣子啊。哎，不過當時他是說他有憂鬱症，就有情緒問題。有情緒問題，是的，他喜歡給自己困在一個地方，然後就動不動就發脾氣，那種，可能也是我不想在一起的原因。後來他會為了他的那一個發朋友圈之類的嘛，只是說我覺得可能以前我的那種我對他不是很重要，那我就覺得沒必要了，後來就把微信給刪掉了，就這樣。然後第二個就是網戀就是第二個就是網戀啊，中間隔了多久？不記得了，時間有點亂，有點長，我不記得具體的。不過我記得就是第二段的話就是網戀。我從浙江那個地方回到長沙，本身我回到這個地方的朋友沒有太多，就是圈子裡的朋友也沒有，基本上沒有。所以當時長得挺胖的，然後我就想減肥，就是覺得很無聊，就在網上找聊天的。当时在百度雲認識的。百度雲？對，不是百度雲，是百度貼吧吧？哦，對，百度貼吧。我說百度雲我都是用來看資源的，那認識什麼很正經的呀？除非認識同好。當時在百度貼吧不是有那種交友的嗎？然後交友聊天的，然後就當時在聊起來了。他這個人也挺神秘的，你知道嗎？怎麼神秘？就是我們當時最開始是沒有要過照片，我只知道他在哪，比如說他是當時在河北，很遠。那我先問你有沒有為他當過 ATM 之類的？沒有，這個當時是網戀，什麼1毛錢沒花的。好吧，那有什麼值得你講的？我來聽一下。就是當時聊了很久了，又沒見過。後來有一次突然就是覺得還是見一下，不是見一下，就是視頻。他當時給我發的照片的話，好像也是那種沒有正臉或者就蒙着臉的那一種，露這個眼睛。那你們有視頻記過嗎？沒有，怎麼可能？我還是個純潔的你好裝啊！都是對象了，你都不試飛一下。然後後來的話就有一次開那個視頻，他挺壯的，挺壯很高的。壯還是胖？他也是減肥。到底是壯還是胖？壯吧，又和那個好像。因為你知道嗎，在我的印象裡，壯是比较好看的那種。那他屬於壯胖吧，壯。然後後來我覺得可能也不是說特別喜歡的類型。你喜歡？我覺得可能還是你喜歡娇柔造作一點。就我這種是吧？怎麼說呢？不回答。怎麼說呢？他這個人之前聊天的時候也比較情緒化。就是比如說你說錯一句話，或者有一句話沒有達到他的心理預期，或者沒有安慰到他，他立馬發脾氣，你就要去安慰他呀。我也這樣。遇到難回答的問題又不說話。他好像有一次刪好友，我說實話，我對刪好友這個事特別反感。我覺得什麼事情都，比如說你可以生一下悶氣，但是還是該聊的時候還是要聊。刪好友就相當於說分手的那種感覺。你既然說分手，為什麼還要談？既然說分手，肯定是深思熟慮了很久的一件事情。你才能去辦。然後当時呢，我就覺得他很情緒化。後來他視頻聊天之後，覺得也不是喜歡的類型，確實。那我跟他說了最重要的，然後我說分手之後，他不願意，他生氣了之後，他說他有情緒上面的問題，然後他就你懂嗎？就是這樣。然後他這樣威脅我，你知道嗎？我當時還在上班。要不你們这段網戀持續了多久？應該2個月還是3個月吧。哇塞！然後呢？然後我還在上班，我覺得為什麼呀？第二呢，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了這件事情鬧成這樣子是吧？鬧成這樣的，而且還有第3個就是我不希望因為我的原因鬧出人命是嗎？對。等一下，你這個是一點，但是你的意思是他中途有刪過你，然後又加了好友，最後你跟他說覺得還是不合適要分開是吧？對。
然後他就給你鬧這一出。对，然後當時他還他跟他媽說了，然後他這件事他媽也在安慰他。誰知道呢？這可能我不知道，但是我還是心裡就覺得多多少少還是有點。是我没理解，但是說實話，跟情緒有一定問題的人接觸，或者說談戀愛，我都感覺有一點這樣的問題，就是說有些做出這種極端化的事情，的確會讓另一方比較困擾。是的。所以其實談戀愛的話，還是要就是兩個。也不是說就一點問題沒有，就是說面對自己的情緒也是有辦法來控制的才行，不然老是搞這種極端，其實也很嚇人，說實話。是的。其實第三個沒什麼，就覺得不合適，覺得性格不合適。什麼時候呢？談多久？應該2個月吧。怎麼認識的啊？怎麼認識啊？認識的我也是在微信群，一個当時加的某一個微信群上認識的，然後聊着微信群啊，聊着，然后不过感觉开火就在網上感覺要熱情一些，他在網上群聊天的時候感覺是的，我會更加的釋放自己。其實在線下的時候，主要是我要是認識你的話，我跟你熟的話我會講，是的，但是我不認識你的話，我覺得跟你講會浪費我的精力，不知道為什麼。還好吧，但是就是他不認識的話，他的確話會少很多一點。是的。微信群裡認識的，然後呢？然後沒什麼就聊着，然後聊着覺得不合適就分了。好，那我問你幾個簡單的問題。親嘴了嗎？親嘴了，肯定親。2個月。做了嗎？做。那這些問題你不告訴我，你就這樣簡單忽略過去啊？你只是說一下過程嘛，我這個又沒有什麼。你像那個網戀的，我肯定就不問你什麼親不親啊，我只問你是非一下。你那種在一起，我肯定要了解一下有沒有親過嘴呀。舌吻了嗎？好像沒有吧。你放屁，舌吻都沒舌過啊！我不是很喜歡舌吻，但是我忘記了，誰還記得那麼多？難怪我每次把舌頭一伸進去你就往外推，就這樣。就這樣沒了。不是，等一下怎麼分開的？不合適啊。就不合適啊。是誰提的？我提的啊。你怕是玩爽了，就是不合適，然後就走了吧？你总有個理由吧？什麼情感不合適啊？還是什麼性格不合適啊？他哪裡不好啦？哪裡不好啊？我懷疑你有難言之隱啊！你到底有什麼瞞着我？快說吧。沒有，就是覺得性格不合適啊。對，當時是他還是學生。他當時還是學生。大幾啊？我不記得，大3還是大4吧，但是他不一定是來長沙，當時。你怎麼談了個學生啊？吃的這麼嫩，我的媽呀！他不一定來長沙，然後他說可能會去外地，也可能會去那個，然後性格上呢也會稍微有點偏激，我就覺得偏激，就是也是，比如說會動不動生氣的這種。我是覺得我不太喜歡這種，就是情緒化不穩定。我覺得當时覺得性格不合適，不要拖太久，就是這樣。好吧，那還有2段那個1個月的是什麼？我好奇一下。你不是不算嗎？我還是好奇一下，你快講一下。下次沒有下次，就這次啊！有什麼好下次的？你告訴我。下次？為什麼？下次我們來細玩一下。為什麼？留個懸念啊！什麼好懸念的呀？可以講一下你的呀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問你留個懸念可以，你有什麼勁爆的東西到時候會要告訴我嗎？其實沒有勁爆的，就是談了不久而已。做了嗎？做了。那有什麼好聊的呀？為什麼分開嘛？說我做完之後就直接睡覺，他說我不關心他，不關心他的情緒，覺得我們不在乎他，他就分了。這個我聽你講過。還有一個呢？還有一個其實就是沒談多久，談了1周。你談1周也算嗎？不過你這2個之間銜接的時間有多久啊？我估計1個月吧。那你換的也挺快的呀。然後就沒了，就覺得那個人覺得不合適。我覺得哪裡不合適？不知道。不知道誰提的嘛？他提的呀。我說他覺得不合適啊，肯定是他提的。他觉得不合適。对啊。好吧。那個時候你胖嗎？那個時候不胖吧。對了，後來那個人又找了我，他說我們再來談吧。
什麼時候找的你？我們倆在一塊的时間。对，是的。后来我后来删掉了，就是我们在一起第1年的时候。那他有看到我们的朋友圈吗？看到了呀，我又没屏蔽。那我很好奇。不是，我发了朋友圈，但是我没屏蔽，就是只是说他估计没看到。好吧。他说在一起吗？我说我现在已经有对象了。他是怎么会啊？他说你现在那么快就找到了？当时也分大半年了，只不过他说现在就找到了。我说当然。我觉得这种人的话，就相当于要你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就觉得你是备胎的感觉。我觉得。你呢？他好看吗？我现在觉得一般。你是我谈的当中最好看的。不需要，是谁？有照片吗？没有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我也不是很在意，是谁？你真的不在意吗？我不在意啊。好吧，那说一下你的。但是你这样讲的话，就是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講過，就是我之前只談過那個正式談過，只談你還有前一任嘛。他的話不是就是在我學校組建工作室的時候一起認識的，他是我學弟。最主要是他有一次手機放在桌子上，然後上面是那個上影黃金魚跟另外一個演員的那個照片，我說哇，好大膽的男孩子啊，想認識一下。然後就是這樣的原因，就是又因為是一個工作室嘛，所以說就很快就熟了，經常一起吃飯啊，幹嘛就比較熟識，後面就一起出去玩，然後就確認那些關係，就這樣的。但是你知道嗎？就是畢竟我跟他還是同屬於校園戀愛，所以說其實快樂的回憶其實在我還是比較多的。我記得有一次就是520吧，520的話有一些學長學姐在那個食堂門口賣那種10塊錢一束的那種玫瑰花，我當時正好跟同學們下課去食堂吃飯，我就看到了，但是我沒有留意，因為這種東西我也不好跟我的同學們室友分享嘛，我就跟他們一起去吃飯，吃完飯我說你們先走吧，我說我還有一點事，然後我就去買了一支玫瑰，買了一些個七七八八的小東西，什麼零食之類的，然後我就去圖書館有一點點遠嘛，然後我跑到了那個2樓的歷史區，他那裡基本沒人去嘛，我就把那個玫瑰花放在了某一個書架的角落，然後我提着零食我就去給他，因為他宿舍也有人，我只是給了他我就走了，然後我就說回去我說你陪我去一趟圖書館。哇塞，你那麼會策劃，然後那麼浪漫嗎？到了圖書館之後我就說，他說幹嘛去圖書館，然後我說你跟我來是吧，然後走到那個角落去，我就把那個書一拿開，就是一朵花，玫瑰花在裡面，我就感覺得到他有被我就是逗開心，所以我是一個很浪漫的人嘛。是的，不過其實也還好啦，因為在你身上我也有花很多小心思啊，但是這種東西也都是我的靈機一動，也不是說怎麼特意為之持續謀劃，沒有。但是你知道嗎？他脾氣比較的那種倔，我跟他一鬧矛盾，他就非常的就是不愛搭理我，你知道嗎？我真的很無語啊。我最跟他最嚴重的一次就是當時不是有那個工作室嘛，工作室的話會有組織討論學習之間的事情，當時我是跟我同級的一個朋友在聊一些東西，聊得很開心嘛，喜笑顏開的。那個男孩子長得也還可以吧，那個前他就看到了，他就在那裡生悶氣，他很生氣，他說你跟別人聊這麼開心，你就跟別人聊可以了，以後不用跟我聊了。回去之後我操，再也不回我消息了，怎麼發都不回。你知道第二天我又沒課，他有課，我說我說得，我說我在操場那個觀眾席這等你，你記得來，我有話要跟你講清楚，就是大家把這個事情聊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然後我就在那等，一直不來，消息也不回。我說上午10點多吧，一直做到下午2點多，反正。哇塞，做那麼久啊！我跟你做那麼久算了，那天其實也不是，我當時感覺應該不是特別熱，因為是穿的還可以穿那種薄襯衫長袖那種，但是那天太陽還是有點大，但是一直沒來。我說我也堅持不住了，我說我先回去了。第二天我同學問我，他說昨天幹嘛去了？怎麼這麼黑呀？啊，我說我沒意識到，
就是昨天那次曬一下会那么黑，但他就是这樣，知道嗎？我搞得我很惱火。然後後來呢？你們這段怎麼怎麼分開的嗎？怎麼就是剛才那個怎麼和好的呢？哦，就我死纏爛打、軟磨硬泡啊，不斷給發消息啊，我都好想忍不住去他樓下給他敲門，我就拜託求求他，但是我不敢，樓下有監控。然後反正就還是因為我不停的在那輸出，最後還是就是說和好了，就這樣。哦，但是的話就是說，總會有因為這樣的一些這個事情，然後會鬧一些矛盾嘛。但一鬧矛盾，他就是不願意理我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很難受。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？那個時候還年輕，我的心智也不是說特別成熟，也會有情緒問題困擾我。我們那個雖然是專科啊，但他也是有本科在的。我是專科，他是本科，我又覺得他其實整個人散發的那種自信啊，我就覺得他很光芒四射，所以我也蠻羨慕他的。所以在他面前會有一點自卑，說實話。然後他身邊的朋友也都讓我感覺他很厲害，所以有一段時間我都會陷入一段自我懷疑，就是說他為什麼跟我在一起？我這種自我折磨裡面，知道嗎？那為什麼怎麼分開的呢？分開是這樣，就是第一個我要提前畢業了，沒有想在學校附近，因為大部分同學都在學校附近那邊，所以我覺得人好多，我不想去。我去外地工作之後，我喜歡了別人。那你提的還是他提的呢？我就跟他說啊，我說我喜歡工作的時候喜歡了我上司。對不起啊，年輕的時候就有點這種慕強，就是覺得他就是我理想中的那種以後的樣子，我就會很羨慕這種狀態，也會情不自禁的陷入一種這種虛無的感情裡面。我就跟他說，我說我喜歡我的上司，他說我就知道。他說什麼？他說我就知道。為什麼？他是覺得去外面肯定會認識更多各樣的人，我們之前也一直有過這樣的困擾，他也有類似於我這種困擾，就覺得其實我應該還會碰到其他人。原來是這樣，所以就這樣了，就這樣。但是我跟你講，這個初戀之前也接觸過一個大哥，我跟他談得很短的距離有多長我忘記了。最主要是他長得不是很符合我的審美期待之類的，但他對人又很好，會騎着他的小電驢帶我去玩。但是我這次在一起跟他沒有感覺的，完全沒有談戀愛的感覺。我這一段我都快遺忘掉了，如果不回憶的話。可以了，就這樣吧。但是我覺得你的故事要比我精彩一點點。不過說實話，遇到 baby 還是讓我很開心的一件事情，因為你的情緒很好。我也是，也有一個比我更堅韌的內核。那可能經歷的多，但是你比我小4歲。好了，就這樣了，分享了。那就先到這裡了。